下走，往下走，你是不是走上面去了？我一直往下，再往下进湖里了。往右看，右，那是左啊，往右看，左右不分的你。闲的呀？可不，反正不忙。孩子去姥姥家去了，媳妇儿在你们那儿呢。单位的事儿也不用我管。你自己呢？等着。约这儿啥意思？之前不一直忙吗？也没时间来，你也没来过啊。你说来看过去了，怕他出来打我，把你拽过来，劝你架吧。打死你多好。在家闲着没事，天天在家胡思乱想。我就在算啊，你自打穿上简服这20多年，一共我办过多少案子？算好几天没算明白。但是万海案，不管过多少年，都忘不了。这案子把老乔送这儿来了，把我媳妇送你们那儿去了。我以前总觉得穿上这简服啊，有不一样的认知。那哪是一身衣服啊？我觉得那穿上就是骄傲，是荣誉。现在我不这么想，这身衣服呀，不容易穿，穿上意味着责任，意味着不能犯错。要是错了，那事儿就大了，是要死人的。但你说人这一辈子，谁能做到不犯错呢？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浑身轻松，甚至还有点解脱。直说，想说啥？来，快点来。就想说字面意思。到底想说啥？就想说人哪有不犯错的，谁都不例外。当然，有些是直接的，有些是间接的。不亮，你也有可能犯错呀。我最大错就认识你了，你还认识江远呢。几个意思？江远在跟宇天成合作，宇天成是陈胜龙的老大，你们应该调查出来了。听谁说？王玉，临死前跟我说。姓孙，你拿个死人当垫背，啥意思？他真是临死前跟我说的，就是因为死无对证，我才没跟祖上说。告诉你了，自己慢慢查去。行啊，那我跟你表个态啊，如果真有最大的事儿，我跟组织汇报，该咋啥咋样，该咋样咋样。哎，我也没啥意思。我这不就是在家闲的，憋了一肚子话，这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你，跟你唠叨唠叨。要是死人能说话就好。这也憋了一肚子话了。常常想，他委不委屈？我不是说这次他死了，我说那时候他得多委屈。哪时候啊？10多年了。咱仨那时候弄案，你说要往左，他说要往右，挺不愉快。不是你呢？我不敢得罪你俩呀，我站中间，结果你们非逼我发表意见，我站你这边了。当时看起来，咱俩是对的，就是当时看。现在呢？现在对的人躺这里了。
你就是想说是我把老乔送到这儿来，是吧？送的话，是咱俩送的。小远那事儿，你确定吗？又跟你说的，要不然我就跟组织上说了。这一起案件非同小可，我已经向严书记做了汇报，把131案件和万海案做并案处理。这2起案件当中，它相通的地方、相连接的地方，一定要挖深、挖透。你们想想看，于天成、陈胜这2个人啊，到底干了多少坏事？他们怎么能干成？其实你们心里面也清楚，一定是有保护伞，替他说话办事儿，改变了案情的性质，甚至于放人，胆子太大了。洪亮同志，你是11部的骨干，这个案件不管查到什么人，不管查到什么程度，必须一查到底。明白。咱们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可以并行险道，但是一定要把握好法律的分寸。明白。对了，洪亮，你是不是有一个个人的情况需要汇报的？你说。对。哎，你不用那么紧张，你坐下来。没有，我还站着比较方便。好，那你说吧。就是关于131这个案子，因为他10几年前了，我那时候确实年轻，能力有限，所以我确实就洪亮，你确定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说出来？我不太想好了，我其实我那时候是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套情况说明文字的，我就在这屋，我那天我刚想说掏出来给领导呈的时候呢，结果亚平主任就冲进来了，一下把我这个节奏给打乱了。我没有成为一个坦荡的人，其实都是因为那。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责怪亚平同志？可不敢，我确实没有准备好，一下子语言就失去了组织能力。对，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好像是没有，但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还在，应该就是这种东西，你看对吗？景明同志打电话说要来汇报东平的政法工作，我想还是请张放同志一起听听。那2位领导我就直说了，东平接连出问题，给组织添麻烦了。前几天我也是一时心急，就给张检和书记打了电话，一是想了解情况，再就是想更好的配合工作。确实有些唐突，前几天又出现了突发情况。我这个做下级的实在也是坐不住了，只好直接跑来找2位领导请指示。景明同志，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现在是雷声震天，你如果还在睡大觉，你不找我，我都要去找你。根据现在东平的情况，省政法委已经组织了专案组，前几天专案组已经进驻工作，这个你已经知道了。所以，希望你们提高政治站位，放下坛坛罐罐，严守办案纪律，密切配合好专案工作。蓝书记，前期的工作没有告诉你，是出于组织的决定，还有办案的需要。专案组已经对公安系统的2位干部采取了强制措施。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核登录。这个我已经清楚了。虽然我们按照中央、省委的要求，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，18大以来，更是从严管理、从重处分、高标准要求，可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，这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失职。回去我会向市委汇报检讨，接下来一定配合专案查办工作。建明同志，你有这样的态度，我很高兴。
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能够取得成功。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，所以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，把纪律挺在前头，常抓不懈，久久为功。我们共同努力。我们顺着程子健这条线摸到了陈胜龙以及天龙集团的所有信息。目前，天龙集团是东平市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，最近又开始涉足新能源产业，这就和万川矿业产生了联系。怎么说？天龙集团要买下万川矿业，当时管委会的副主任柳运还带着他去考察过，但是没有谈成。啥回事呢？就在咱们专案组到来之前。矿山事故发生之前，您接着说。15年前，他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判刑，坐了1年的牢。出来以后，他就去了一个叫大成矿业的公司做了业务经理。2年以后，成立了天龙集团。他这2年发家够快了呀，那他这公司就一点异常都没有吗？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呢，注册资本是1个亿，可我们调查发现，没有其他公司注入资金，完全是陈胜龙本人100%出的资。没学历，没背景，他白手起家啊！还不止这些，天龙集团在东平一直从事的是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。东平好多的楼盘，有知名度的，全部都是他们开发的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都西山这个项目，目前是东平市最高端的住宅区。大都西山不是你之前去的那个地方？所以我们对大都西山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，结果发现东平市不少司法人员在那儿都有房产，包括孙飞、温琴、江红军，还有李仁俊，但落名是他的妻子柳运。这位陈总倒是对东平的领导都很上心啊，这都快给他建成家属院了。现在把焦点放在陈胜龙身上，黄老师，咬死他，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好。2位组长，张简电话。散会吧。张姐，我是郑亚萍。你好，我是洪亮。刚才严书记已经把专案组进驻的事情告知了东平政法委，你们现在已经转入阵地战了，也不用再投鼠忌器，现在应该尽快的撕大口子，快速突进啊！不要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，防止他们相互勾结，订立攻守同盟，给我们的办案增加难度，知道吧？请领导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。好。领导，我今天回来了，你晚上回来一趟。我就在家2天，你看着办。接到通知了，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，来势汹汹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呢？据我了解，你应该是不会引火上身。孙飞、江红军这2块料都是我的手下，都抓进去了。什么原11部是干什么的？全员出动，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？我能脱得了干系。那你怎么还坐这儿这么淡定，感觉置身事外了似的？这话得这么说，孙飞、江红军干的事儿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。他们这种害群之马，早就应该接受组织调查。那你
不得有领导责任吗？我承认我有领导责任，我可以接受任何处分。老徐，咱们办过那么多案子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见的还少吗？你这话没错，可是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俩孙子，我早就看他们不是好东西。专案组来了，我绝不能躲。我要是想躲，我一早就躲得远远的了。你能躲，我就没这觉悟。就这门外边这些人，有多少人，都是谁在往里头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躲不了啊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主动找专案组说明情况，还是检举揭发？这不就是拿不定主意才来找你聊聊吗？老弟啊，哥哥我比你年长几岁，毕竟多吃了几碗干饭。这次专案组来势汹汹，不像是只走个过场敷衍了事。越是到这个时候，你可越要想清楚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不只是这风，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，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啊？所有人都认为要改天换地了，结果呢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，东平还是原来的那个东平。但我这次觉得，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了，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。反正我是把这件事情的可能性跟你大概的阐述一下，拿主意的还是你。但哪说哪了啊，我还有个会，我先走了。爸爸，哎呦，爸爸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爸爸，红亮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呀？蓝书记，哎呀，爸，兰姨，那你们俩我去哄豆豆睡觉去。好好，去给吧。兰奶奶再见。哎呦呦呦呦，要来了！哎呦，奶奶晚安。哎呀，晚安晚安，宝贝儿，快去。嗯，你们聊啊。洪亮，哎，哦，书记，我去省政法委办事儿，结束了过来看看老领导。哦，真好。我先跟徐东同志汇报一下，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指导组呢，那时候在东平工作，书记呢专门请我们指导组吃了个饭。就我私心认为啊，是因为我在，所以书记才安排这顿饭的。席间，第一句话，书记就向我问候您，很惦记您，非常温暖。老领导是我的恩人，都是应该的。向您学习。行了，你坐吧啊。好。今天我见到严书记了，他跟我讲让我多配合你们的工作。这我还没回到东平呢，就这么巧在这儿就碰上洪副组长了。那我这私的公的都有了，向你报个到。哎呦，可不敢，可不敢。真是这样，您指示。工作上需要我配合的，你随时吩咐。我们东平的工作，也希望你们不吝指教，多多帮助。谢谢您的支持。你说这领导让我们支持配合，我呢就是希望我们俩先多沟通，多交流情况，彼此呢多体谅，相互支持对方的工作，把双方的这种工作热情都调动起来，才能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。明白。
但是洪亮，跟你说句实话啊，我现在心里没底，我不知道怎么能精准的配合好你们。老书记，你就说这万海案啊，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，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，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。你觉得哥是这种人吗？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，多不容易。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这咱们东平的情况呢，老书记洪亮你也知道，这个资源很单一，又是一个老工业化城市，所以一直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。可以说咱们都几乎就是没有希望，但是这同念，它给咱们带来了转机。下个月，王书记准备召开新能源的招商引资大会。好事。是啊，紧锣密鼓这筹备呢吧？哎，电话打进来了，说最近东平丑闻不断，还能不能投资？你说这现在领导就特别着急，让我尽快给一个说法。我这急得没办法，只能来找老书记求助了。老宇，这次专案组闹得挺大的，整个东平风声鹤唳的。我觉得吧，我们得想想退了，现在把他们送出去，要真查出什么好歹来，他们也已经出去了。啥意思？有人背锅？那这些人就真的回不来了？我是说万一，那我们总得想想退路吧。万一要真出事了，我们走不了怎么办啊？你听好了，这些人可都是跟我多少年的，少在这给我指手画脚。我真没跟您指手画脚。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，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？啊？哎，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，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？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？他有跟你念旧情吗？老宇，咱真不能妇人之仁，当断则断呐。怎么断？哪个事儿能断？跟谁能了断？少在这给我煽风点火！你知道我跟这些人的关系吗？金明同志，我呢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，但是洪亮呢，他作为专案组的副组长，很多事情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啊。是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吧，都是为了给东平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，铲除社会的毒瘤，为咱们东平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。金明同志啊，我要提醒你一点，越是在这样的时候，越是不能自乱了阵脚，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，防止阶级挟私报复，互相攀咬。这个有些人啊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胡乱的检举揭发呀，为了自保嘛，是吧？这种情况我们以前遇到也不少啊。洪亮，蓝书记呢，是你的老领导、老前辈，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，应该说呀，他就是你东平的家人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以后遇到什么情况啊，还是要多向老领导多请教、多汇报，更要多支持老领导的工作。我全力。洪亮，你回来一次也不容易，你赶紧去忙吧。我就不打扰了，就这样，我走了，老书记。行，洪亮，你那个小敏还等你呢。哦，好吧，去吧，你去吧，我来送蓝书记。快去，好，不用送了。哎，走。
不客气嘛，就到这儿啊，就到这儿。您得加件衣服。哦，好，洪亮子再见了。您一路平安。哎，再见再见。不好意思呀，归队。盘子，我的问题，你没事吧？之前指认不实，这次一定要如实回答。说假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好，我知道。2月24号晚上，你到底有没有见着在福安里扔包的人？其实那天我只看见一个背影，并没有看到他的正面。听说那个目击证人说的假话。哎呀，可不，已经另案处理了。哎，这下功夫全白费了。之前还以为是板上钉钉了呢。主要是魏队想钉，他还想把88案往里并呢。进。哟，啊，梁局，快坐。怎么？我听说案子又陷入僵局了。看见抛尸人的那个男青年啊，已经承认，他看到的只是个背影。对体貌的描述呢，也是稀里糊涂，所以啊，这条线，这不等于断了吗？另外呢，尸块里的碎石也被证实不是来自呢梁云家的现场。现在呢，唯一让我们高兴的，就是梁云找到，人还活着，活着。据他本人说，他跟薛家健分手以后呢，跑到外边旅游散心去了。我们呢也找旅行社进行了核实，情况基本属实。不管怎么说，不再多出现新的受害者，就是好消息。另外，我听说 DNA 的检测结果也出来了。对，鉴定结果呢，可以认定死者是于爱卿。这对我们来说，也算是个不小的收获。最关键的是，薛家健被咱家丫头用乙醚的案子给摁住了。虽然说现在只有性侵的线索，但是碎尸案还是可以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嘛。廖局，别安慰我了。现在可以认定啊，薛家健根本就没有抛尸的时间，所以啊，碎尸案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。至于魏国平呢，死抱着88案，非要跟薛家健外出这个时间的巧合点往一块捏，驴唇不对马嘴，成为不了直接的证据，是不是？一码归一码吧。在整个案件推进过程当中，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救高秀莲、找艾莹、抓薛家健，都是他和3队做的。哼，你就别夸他了，再夸他更摁不住了。光去闯现场就这一项，就必须要严肃处理他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薛家健，大伙在心里啊也基本上认定他就是真凶。现在突然被推翻了，这搁谁那儿都会被闪一下。闪？
魏国平闪的太少了，他应该再多闪点儿。你呀，就是嘴硬。真的不心疼你这个徒弟？怎么办呢？这我抓的是全局的业务，我不能为他一个人考虑吧？这个事情对他的打击可真是不小啊。坐吧，不说工作，聊聊生活上的事。我没生活。不过听说你失眠很严重，一直这样吗？也没有，就这些年的吧，才有的。过去嘛，争强好胜，别人看半晚上书，我就看一宿；别人能站半天，我就站一天。老想比个输赢。那时候体力也好，不睡觉没关系，现在想睡睡不成。你说的这些情况，是在陈山河那件事之后发生的吧？您不是说我们聊生活吗？哎，我现在说的就是你这个人。我这人也没啥可聊的。你是个人才，一个优秀警察应该有的特质，你都具备。忠诚、勇敢、执着，不怕困难。你的经验、头脑，你的领导力，都很出色。冷不丁夸我感谢领导。我这就说到你的缺点，你的缺点，其实也就是你最大的优点——执着。可执着这个东西，它是个双刃剑，要是没有恰如其分的控制，那它就很可能变成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变成偏执。对，偏执。您不是第一个说我的这个问题，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听你这意思，是不打算改了？想啊，改不了，跟失眠一样。还是因为陈山河吗？咱能不提这茬了吗？您接着找找别的缺点，我挺爱听的。作为一个老公安，我知道你是种什么滋味。一开始是震惊，你也不愿意承认，然后是愤怒，是悲伤，你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这种情绪就会变成一种自责。你会问自己，为什么死的那个人不是我？你会觉得活着是一种太沉重的东西，会让你觉得喘不过气来。你不敢喝酒，你甚至不敢睡觉，恐惧一切可能会让你失去冷静的东西，因为哪怕是一点点、一瞬间的脆弱，都会让你觉得死去的战友还在。那3队弟兄在等我，我能有点事儿先去处理一下。就是这样的压力，它会让你想到，唯一能够逃脱这些困扰的方式就是破案，不顾一切的破案，找到他，抓住他，这样才能让你高位战友。没错，才能解脱自己。没错，就是这么想的。我就要破这个案子，我就是想把这个人抓住，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。我向他保证过。我经历过和你一样的事情，我也走过同样的弯路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被这种情绪左右，不要失去你的冷静。这是破案的大忌。谢领导提醒。我们现在可以聊聊另外一件事了。聂小雨，他是你什么人？我是电机厂子弟，
我父亲和聂宝华的爸爸是以前在一个车间，所以我跟聂宝华是从小一块长大的。聂小雨是聂宝华的亲妹妹。我问的是，他是你什么人？朋友。普通朋友还是男女朋友？到目前为止，都是普通朋友。刑警队长和重点人物的妹妹可以交朋友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他没有违法犯罪。你不要误会啊！警察要查案，社会关系要过。我知道，水至清则无鱼，我懂。不过一定要把握好分寸，不能越界。没有越界，一直都没有。而且他跟他哥不一样，聂宝华所有的事情，聂小雨都没有参与过。这我相信。但这里边的关系，毕竟还是很敏感。瓜田李下嘛，你又是这么一个身份，还是要避嫌，尽量。现在我可以走了。人都是有情感的，这太天经地义了，因此很多人经常都忘了。法不容情，我希望你不要忘了。谁走？他把你当成他了。什么？派出所跟我们说这儿住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，我们说就过来看一眼。结果你看小霞吓成这样了。人在哪？那儿，对面。谁呀？这是？我。他叫王德发。我太知道他叫王德发了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来这儿干嘛？这话说的，我出狱了，只要不违法，我干什么不行？谁告诉你的？谁让你找我妹妹来的？我只是跟她打个招呼，以后这不就对门住着吗？你住这儿啊？你没家呀你？我是没家，坐牢第3年，我妈就死了，所以我把老房子卖了，我重新找个地儿住不行吗？这是租的房子是吧？应该是，之前都没见过。咱俩不废话啊！我通知你，今天你马上你从这儿搬走，有多远搬多远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别吓唬我，我现在懂法了。作为合法公民，我选择住哪儿是我的权利和自由。你妹妹哭也好，闹也好，在我没有侵害她之前，我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她怎么想，跟我没关系。哎呀！小霞，你让他走，让他走。郭平啊，凶手有什么特征没有啊？
好像是个左撇子。还有什么？天台还有我没看清。你要是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话，咱们随时都可以停下来，等你好一点，咱们再开始啊。你问吧。当天晚上，你和陈山河同志在堆料场巡逻的时候是怎么分开的？堆料场是分类存放的，地方不大，但是死角很多。也是想节省时间吧，所以我们就商量着说要分开走，在最西面汇合。那抵达现场的时候都看见什么了？嫌疑人拿刀要捅受害人，我喊了一嗓子，山河回应了，然后我跑过去，嫌疑人把受害人一推，就跑了。那受害人怎么样了？应该吓坏了。那你呢？我放下受害人，我就去追嫌疑人。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？也就是说，你比陈山河同志距离嫌疑人更近，那你为什么晚到了？我跑错路了。你对电机厂那一带很熟悉啊。刘国明，鉴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的表现，局党委决定给你申报3等功。我不要。你听我说，我们呢也理解你的想法，但是荣誉除了表彰你本人之外，更是对公安战线其他同志的鞭策和鼓舞，也是对流言蜚语最后的回应，明白吗？遗憾的这次心碎过几回，疼痛强烈深有体会，用完之间无法与生媲美，生来平凡啊也对。面对着风霜，写下对错问心无愧。面对着困难，仿佛问我是谁。面对着希望，不甘于平凡不能美。嘿，他是谁？为什么让我哥一个人去抓坏人？你跑哪儿去了？你们不是一块儿出去的吗？胆小鬼，是你害死我哥的！你胡说什么呀？昨天的作废，悲喜交加尝尽人间百味，谁不想一世荣归？从警就有牺牲的可能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强烈深有体会，用完之间无法与生媲美，生来平凡啊也对。面对着风霜，写下对错问心无愧。面对着困难，仿佛问我是谁。面对着希望，不甘于平凡不能美。嘿，他是谁？像梦情原味。
事，有事，出大事了。说呀。你嫂子让卖肉的给骗了。我跟他说过，我说你买肉就去正经的国营的农贸市场，不听我的，非得在门口那小商小贩们，就为了便宜那几块钱，2斤排骨买回去变成2斤骨排了。为这点事儿，哎，这耳朵呀，这一个劲儿的唠叨，耳朵都起茧了。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说你怎么着？要不然我跟卫队说一声，我跟国庭说，我说把那卖肉的抓起来。他不说话。二哥还是羡慕你啊，单身一个，也没媳妇儿。也没人在你身边唠叨。哎，我姑娘打架的事我跟你说了没有？学习有进步，得了学习进步奖。他们班级奖励他一文具盒，结果卖有个臭小子，哎，他同学男的，生气，就把那文具盒故意给他摔了。姑娘不高兴了，上去一巴掌就把那小子呼地上。你说挺文静一小姑娘，怎么这么大气儿？这像谁呀？这是？我小时候挺腼腆的呀，不像我呀。哎，这脾气，这跟你有点像。这么慢呢？怎么？你又洗澡又穿警服，你相亲去？吴政委今天讲课，要求大家都得去。啊，你的，听我这，我不去。不说了吗？要求大家都得去。政委任命的时候咱就没去啊，顶头上司讲课再不去，那不好啊。哎，你不说你一上课就打瞌睡吗？你就当去休息去了啊。我穿警服。哎呀，我人去了就行。快点别磨叽了，等等啊。大家怎么看？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什么叫恶意？韦教授，我们在工作中常见的有故意，比如故意伤害，这是刑法里的罪名。另外还有蓄意，一般是形容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之前有准备、有预谋。但是您说的这个恶意，在正式的条文中好像没用过。吴教授，我认为恶意啊，它就是一个不良企图。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们都侦办过故意杀人案，这就是典型的把恶意变成犯罪事实的行为。所有恶性犯罪呢，都是这些犯罪分子恶意的体现。那恶意不就是犯罪动机？这不一样吧？犯罪动机是客观原因，恶意呢，它应该是态度或者是取向，只有这二者结合在一起，才能够驱使犯罪。说得好。还有吗？刚才几位说的这个恶意，主要都是针对犯罪分子的。
可你们想过没有，我们在办案过程中，也可能会有恶意。老师，您说的恶意具体指的是什么？问得好。因为千百年来，历朝历代干我们这一行的，他的侦办思路其实是有罪推定，也就是说，我先认定这人是有罪的，然后再根据这个逻辑去办案。大家想一想，当你已经在内心认定一个人是犯罪分子的时候，接下来你在办案过程中，每一个小索、很小的线索，只要它符合你这个逻辑，会加固你这个逻辑，你都有可能去把它放大，再放大，变成证据。而跟你这个逻辑相反的、相悖的，再明显、再大的线索，你都有可能忽视它。你可能会怀疑它、排斥它，甚至直接推翻。师傅，现在这个碎尸案有没有可能和88年226案挂上钩？什么叫以前？1988年你在干什么？1988年2月20日，还有1988年3月9号晚上，2月7号，92年11月5号晚上你在干什么？88年割喉案的这个人一藏了整整4年。突然有一天，被他身边的一个熟人发现他这个情况了，于是他迫不得已必须杀人灭口，但是他又害怕我们警方发现他的社会关系，找到这个人，于是怎么办？他必须碎尸，碎尸正好能掩盖他割喉的手段。请问这么想有问题吗？这么大胆的想有问题吗？我们现在查的碎尸案，你问的全是88案的问题。因为我认为这2个案子很有可能是他一个人干的，这是一码事。干解剖的呀，还是干碎尸的？我要的是确凿的证据，不是被谁吓出来的口供。本案受害人遭遇性侵了吗？薛家健就不是左撇子吧？还有，88年他才多大岁数？医学院的学生，他能看出那么大的吗？我没见过你啊！我上大学啊那会儿，没毕业呢。什么叫个人色彩太重了？哦，您是觉得说我要并案，我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心里这个坎儿过不去吧？我难道不是吗？魏国平，到。你怎么看？怎么看我们说的这个恶意？这样吧，我换个问法，以你自己的工作经验，在破案过程中有没有过因为这种特殊的恶意而影响你的判断，甚至判断失误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听清，你是有还是没有？有，很好，承认自己有，就是消除恶意的第一步。魏国平很真诚，也很勇敢。说一个警察是不是勇敢，那还不光是要看他是不是奋不顾身、不怕死。还要看他敢不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，敢于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式，推翻自己，否定自己。因为人要做到否定自己，这是最难的。这个过程非常痛苦，很折磨人，一点都不亚于那些没日没夜的蹲守、大海捞针的排查、流血流汗的抓捕。作为警察，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一课。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，对不起。可能你还不是一个合格的警察，因为我们破案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还是错，而是为了追求真相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推倒重来的，包括那些自己认为是确切无疑的东西。只有你敢推翻它，才有可能更进一步的接近真相，而这才是我们工作的本质。请大家都记住这一点。没有真相，就没有正义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现在来谈谈我们今天的主题：刑侦的方法与手段。
军儿，把薛家健的资料拿过来。好。他的指纹不匹配，假设他有同伙。假设哪有什么假设呢？咱办案不能靠假设吧？假设什么呀？咱们讲究的是证据链，证据链呀！什么呀？证据链这么完整，你去拿什么假设呀？你有证据吗？3对的。头。之前，因为这个我个人的一些原因啊，一直是要把88年的旧案和我们眼前这个碎尸案并案侦查，甚至坚持地认为说薛家健就是这个案子的凶手，哪怕说证据已经摆到我眼皮子底下了，我还在这钻牛角尖儿，确实害得大家是跑了不少弯路。对不起大伙儿，我给大伙儿道个歉，对不起啊。头儿，你别这样，头儿，别这样。没有，现在啊，我们3队内部，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分清楚了，就这俩案子不是一回事儿。薛家健呢，还是以性侵为方向，这个另案侦查啊。那碎尸案呢？从现在开始，大面积进行指纹的采集和比对，深挖与爱情的社会关系。一句话，咱们从头再来。是。老板，蔬菜来了。哦，来了。成为大家日益关心的话题。那么记者今天在街头走访时啊，就遇到了这样的一幕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下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刚刚是不是您的好？别拍啊！别拍！人给他走了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刚刚是不是您先闯的红灯呢？哪里的呀？不要拍了，关了，这要关了。老板，我从这边开过来，警察同志，吃饭啊？你是这儿的老板姜广善吧？是。啊，我们是派出所的，过来采一下指纹。采指纹？你不用紧张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程序，麻烦你配合一下。哦，您稍等，我手上全是油，行，我洗个手啊。近日，全省公安系统的培训活动在我市举行，来自13个地市的刑侦骨干们汇聚宁江，举行为期10天的活动。你还挺关心咱们宁江新闻嘛？讲座等多种方式，好，这就开着听个响。业务水平，进一步规范刑侦。您看这是要怎么弄？我看。你这手怎么了？就前2天给割伤了。哦，能取下来吗？能啊。好了，行，你这样先采其他的吧。你记一下啊，右手拇指受伤，缓采。好了，是怎么弄啊？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大案子啊？嗨，哪有那么多大案子？这就是正常工作。是，不该打听别瞎打听。记着等那个手伤好了以后到所里来把那个指纹补上，好吧？哦，好，一定。所有人都采啊？啊，每个人都采。来，这儿签字。好嘞，签这儿啊。那行，老板，那就没事了啊，你忙吧。好嘞，我走了，好，再见啊。再见。慢走啊。进一步发
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回来了啊！给你查过了，那王德发呀，在里面有立功表现，所以提前释放。有什么？立功啊！谁？王德发，救人。监狱我都给你查过了，确有其事，而且这个符合这个减刑的标准。哎，你这不吃啊你？哎呦，这忙活你这事儿都饿坏了我都。那怎么能这么巧的？就是我妹妹住哪儿，她住对门呢？房东我也给你查了啊，按说跟他签合同的是另外一个人，说是什么远房亲戚来住。这亲戚在哪儿？没找到，外地人，根本就不在宁江。这放多长时间了？这都拖成这样了。一个大老爷们有本事冲我的哥来啊！啊，就干咱们这行的啊！想冲咱们来的人还少吗？你跟他们置气置得过来吗？要我看啊，要给咱妹妹搬个家算了。往哪儿搬？这节骨眼上，你这房子说找就能找着？而我妹妹那腿脚，搬一次家跟要她命似的。也是。哎，要不这样，让她住我那儿去，让你嫂子照顾她。也算了，这姑娘还上学还考试呢。而且小霞现在这2年被社区照顾的还行，一换个环境，给别人添麻烦，她自己心里边也不落忍。也是哈，我那姑娘最近小升初，也挺忙的。哎呀，二哥呀！你说怎么就没有一件事是顺的？虎子爱营、薛家健也是，都不是碎尸案的凶手，也跟这个88案也。一切打回原点。总觉得他还会再跑，东西没扔完，他肯定还能再跑。他只要是再跑，咱们就能逮着他。这么想就对了，只要有线索，哎，不愁查不着。那你说问题怎么就能这么巧呢？我说王德发，小霞搬哪儿他去哪儿，怎么就能这么巧？你绕回来了，你是。哎，你要实在不放心啊，我去跟那辖区片警打个招呼，让他们盯着点，刑满释放人员盯紧点也应该的。假公济私了。行了，这事儿你就听我的啊。行，放心。不是，哎，你怎么就能这么巧呢？我说抛尸那人。哎，为什么我们刚到医学院，他就跑那儿抛尸？为什么薛家健刚用完那间教室，他就扔到那间教室里？你说他是冲着我们呢，还是奔着薛家健呢？这事我也琢磨过。哎，要想做成这件事儿啊，必须得满足2个条件。第一，熟悉薛家健，而且必须了解薛家健的犯罪事实。第二，必须得了解咱们警员的行动。医学院都盘查过了，所有人员全盘查了，没有可疑人员啊。那就说明盘查错了呗，他就不是医学院的人呗。不是医学，但是还得跟薛家健有关系。这个熟悉薛家健，而且陷害他，和他有仇，不是还不是这个薛家健社交圈子里面的人，有这样人吗？二哥，可能我们需要想一想，所有薛家健案件当中涉及的受害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部信息。可能这是破这个案子的关键。
没吃饭呢你这。里面的人出来一下，有没有人？我提醒他们啊，必须得上进口原装漆。一定一定。您好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谁呀？咱俩上回见得7、8年前了吧？您想想，那天下雨，晚上。你怎么找着我的？你看您还是有钱人，还是这么显年轻，7、8年一点变化都没有。你怎么找着我的？您不是出车祸上电视了吗？我就挨个汽修厂寻了一遍，今儿能找见你，说明咱俩有缘分。你找我想干什么？跟您说实话吧，我就是手头有点紧。要钱是吧？我保证就这一回。真是有急用啊！谁找？够了吧？我跟你说，这条狗就问你是这么多钱，你知道吗？